姑娘参加考试来晚了，眼瞅着要迟到，她匆匆忙忙过马路，没注意有一辆轿车从她左侧疾驰而来，司机猛踩刹车，但是车已经停不下了，这姑娘危在旦夕。姑娘身穿粉红色风衣、白裤子，青春靓丽，肤白貌美，只可惜这安全意识太差了。好在命不该绝，就在轿车的车头距离姑娘只有半米之遥的时候，她的身体迅速后仰，猛地倒向地面，嗖！车轮贴着姑娘的高跟鞋疾驰而过，再稍微偏过来一点点，这只脚就保不住了。姑娘并没有摔伤，原来是一个小伙子将她一把拉进怀里，一同倒在地上。姑娘身子底下垫着这么一个大活人，小伙子摔得不轻，半天才爬起来，幸好只是皮外伤。轿车司机停下车之后跑过来询问情况，姑娘和小伙子都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，就让司机走了。我叫方霞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加一下联系方式吧。我叫郑大庆，联系方式先别加了，我现在急着去考试呢。这一说才知道，原来两个人都是要赶到路对面的考场去参加笔试。考试结束之后，方霞追上步履匆匆的郑大庆。哎，救命恩人，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走啊？咱俩还没加上联系方式呢。郑大庆停下脚步，表情稍微有点不好意思。抱歉啊，同学，我是急着往回赶，晚了就没车了。哦，难怪。你不是本市的呀？那你是哪里的呀？边说着话，方霞就跟随郑大庆一起朝着大门口走。我家是下边县里农村的，不过今天我是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去见女朋友。啊，我还想请你一起吃晚饭呢，看来只好等下次见面了。哎，同学，你还没有给我留下联系方式呢。郑大庆本不想和这个女生有联系，因为他担心被女朋友误会，可现在碍于情面，郑大庆迟疑片刻，还是掏出手机让方霞扫码加了自己为好友。郑大庆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位方霞对他已经是一见钟情，要发动爱情攻势。接下来的时间，郑大庆时不时就会收到方霞发来的聊天消息，他也只好偶尔回复一两个字。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，这是在应付。方霞是个聪明的姑娘，很清楚郑大庆这是有意躲避自己，可她并不灰心。这一天，方霞躺在床上，举着手机翻看郑大庆的朋友圈，无意间看到郑大庆女朋友的一张素颜照片，他腾楞一下子就坐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我的高中同学袁立芳吗？啊，原来袁立芳就是你女朋友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总不能跟老同学抢男朋友吧？这似乎有点不太仗义。可转念又一想，我这是为了爱情，不能够用世俗的所谓道德标准来衡量。对，管他是谁呢？你们又没有结婚，我有权公平竞争。哎呀，方霞又为难了。怎么？那郑大庆整天跟袁立芳黏在一起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与他接近。不行，看来必须得使用一点计谋和手段，否则无法达到目的。想到这儿，方霞突然打了个喷嚏。这才注意到自己刚才一坐起来呀，盖在身上的被子滑落到了地上。他拉回被子重新盖好，开始想办法。我怎么才能把郑大庆给追到手呢？思来想去，折腾到半夜，他总算是定下了一条计谋。确切地说，这是一条阴谋诡计。方霞的爸爸方全在省里工作，位置很高。他的计谋就是找到爸爸的秘书，让秘书写了个小纸条，然后就做好了绊子，只等郑大庆摔跟头了。到时候本姑娘我再出面把你扶起来。方霞是信心满满，把握十足。很快面试的时间到了，郑大庆乘车再次来到这座省会城市。他准备的很充足，因为这个考试对于郑大庆来说太重要了。
他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将来做一名优秀的管理者，一是让孤苦了大半辈子的母亲心里得到安慰，再就是自己也可以为社会多做贡献，好好的为人民服务。面试的时候虽然难免有些紧张，不过郑大庆发挥的还是蛮不错的。可当成绩出来的时候，郑大庆傻眼了啊！怎么我的分数这么低呀？郑大庆，你怎么了？成绩不理想吗？就在郑大庆低着头皱着眉魂不守舍的时候，方霞一声温柔的问候在耳畔响起：啊，是你呀，方霞同学。我的成绩不及格。是吗？哎呀，不过你不要灰心，我有办法让你及格。方霞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很随意，既像是在告诉郑大庆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黑亮亮的一双大眼睛忽闪着长睫毛，盯着郑大庆的面部表情。郑大庆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一撇嘴，苦笑着点了点头。方同学，你可真会开导人，谢谢你，你的笑话很好，我好受多了。我不是讲笑话，这样吧，这不是已经中午了吗？咱俩一起吃午饭，我跟你好好谈谈。郑大庆这次没有拒绝方霞，因为他很好奇这位漂亮的方霞姑娘究竟是会有什么本事，能够扭转乾坤。一家饺子馆的小包间里，方霞与郑大庆面对面坐在餐桌前，边吃边谈。方霞就告诉郑大庆说，今年下半年不是还有一次考试机会吗？你按照我的学习方法我来辅导你，保证你能够顺利通过笔试和面试，如愿得到你想要的工作。郑大庆心想，我当你有什么神奇招数呢？感情就是参加下一次的考试啊，这我自己也早已经打算好了呀。不过转念一想也有道理，我这不是没及格吗？而人家对面坐着的这位方霞姑娘高分通过了考试，想必她是有独到的方法，那就向她学习学习吧。于是乎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郑大庆与方霞就经常通过手机聊天的方式来沟通、学习、交流。这一来二去的，女朋友袁立芳就很生气。这个网名叫可爱鸟的女的到底是谁？你怎么整天跟她聊天？有什么好聊的呀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就是笔试那天我救了她，现在人家主动教我怎样应付考试，好通过。袁立芳不太相信郑大庆的话，更不相信那个叫可爱鸟的女孩。这天趁着郑大庆正在睡觉，袁立芳偷偷拿上郑大庆的手机，躲到厕所就向可爱鸟发起了视频邀请。对方很快同意，接通了视频。通过手机屏幕这一对面，两个人同时都愣住了。最意外的当然是袁立芳，真没想到这位可爱鸟竟然是自己的高中同学方霞，他是破口大骂。方霞并不着急，完全是一副不知情、很无辜的样子。郑大庆被吵醒了，见女朋友袁立芳像个泼妇一样，就想劝劝她。没想到袁立芳甩手就把郑大庆的手机给摔到了地上，分手，然后一摔门扬长而去。郑大庆修好手机之后与女朋友袁立芳联系，袁立芳根本不再理会郑大庆。方霞就说，那天视频通话我才知道你的女朋友是袁立芳，她是我的高中同学，我可了解她，她会报复你的。郑大庆不信，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在路上被几个人给揍了一顿。事后跟方霞一通电话，方霞说，你赶快到省会来吧，我家有一处闲置的房子，你先住下，以后工作有了着落再搬走。郑大庆不肯。大庆，你别再犹豫了，你现在很危险，知道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，这几天我替你打听清楚了，当初你见义勇为为救袁立芳打伤了人，不是差点蹲监狱吗？其实那都是袁立芳为了追求你故意用的苦肉计。就这样，郑大庆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省城，住进了方霞提供的一所住宅，认真复习准备考试。过了些天，袁立芳后悔了，打电话要求与郑大庆和好。郑大庆有点犹豫，可是一想到自己挨的那顿揍以及方霞告诉他的那番话，他还是回绝了袁立芳。
袁立方就让自己的父亲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袁世才帮忙想办法。袁世才一皱眉：“女儿啊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郑大庆现在不是跟你的那位高中同学方霞在一起吗？方霞的爸爸在省里工作，分管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公司，老爸我也惹不起他呀。”几个月之后，郑大庆再次参加考试，成绩很好，顺利获得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留在了省会，与方霞也发展成了恋人的关系。这时候他才知道，原来方霞的父亲就是那位大领导方权。那么接下来郑大庆的命运会怎样呢？他与方霞会结婚吗？能够幸福吗？方霞的父母又会对郑大庆的前途产生怎样的影响呢？欢迎关注下一段故事，岳父走后。